八角酒馆招晃随风飘动，枯藤楼廊大门被人推开，一高一瘦，江洋大盗刘三星推门而进。小二，瘦子高声让店家上些酒菜，而后准备在此地和自己的上家会面。我是老板娘琛琛。瘦子说他们是做买卖的，正好路过此地。老板娘搔首弄姿，让丈夫阿勇出来跟二人打个招呼。这是我的儿子常玉。瘦子一刀就直接抹了阿勇脖子。老板娘连说可惜，因为这可是他儿子最喜欢的爹。眼看房梁之上满是尸骨，刘三星直接被毕方大王夺舍。这妖魔倒是很喜欢这身皮囊。蛇妖禀告，无影门老头正藏在这个镇上，他已经苟延残喘，逃不出去了。但现在甲还在这老头身上，他们需要赶在雾隐门之前找到这个老头。镇子之上繁华异常，人声鼎沸。富二代贾明正在教训小跳蚤。不叫！他把我茶碗打碎了。周通正好赶来，将佩刀递给小跳蚤，而后直接一巴掌扇在贾明脸上。他警告富二代，要是他敢乱动，就把贾明和他爹贾有为的烂事儿抖出来。而后为了惩戒贾明，周通让他第二天备好礼物给小跳蚤道歉。看你嚣张的气势！作为周通的小跟班，小跳蚤已经跟了周通好几年。周通教训小跳蚤做人不能太怂，而后询问小跳蚤富二代贾明为何欺负他。原来是贾明让小跳蚤以后跟着他混，小跳蚤则铁了心跟着周通，自然不能同意。街面上的百姓不断给周通送上礼物。周通回身之时，看到地上蜷缩着一个老乞丐，他想都没想，将商家送的吃食都送给了老乞丐。骑快马的豹子大声传信，大盗刘三星夜入皇宫，盗取了金玉琉璃盏，现在逃窜到本州县附近，谁能成功捉拿此盗，赏千金。雾隐门总门此次召集众人来罗刹镇，是有重要的任务。盘古墓的妖邪想冲破封印，雾隐门的天老则带着甲逃了出来。他一路躲避妖人伏击，元神最终暗失在罗刹镇。女道人骆君告诫众人，如果毕方县找到甲，一定会持甲打开盘古墓封印，其后果不堪设想，众人必须想办法阻止。州府之中，周守义正在安排捕快的各项工作，重要的事情都被分光，只剩下一个小狗丢失的案件给到了周通。周守义盯着儿子离开的背影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让众人直接开始办案。周通回到住所，玩得手中指人，贾明却及时赶来，一脸谄媚地送上礼物。他一脸谦卑，向小跳蚤道歉，而小跳蚤也没有为难贾明，只是吓了贾明一下，便让贾明赶紧滚开。贾明想把礼物留下，周通却直接让他拿走。贾明自顾自地说道：“这是雾隐门的泥塑，是雾隐门的工匠制作的。”一听这个，周通当即将礼物留了下来。深夜之中，周通拿出泥塑仔细端详，父亲周守义推门而入，老父亲训斥周通整日无所事事，只顾追求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，身为捕快也只是混日子，把他老脸都丢尽了。周通却抱怨父亲每天派给他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而自己也早已习惯这种无足轻重的生活。老父亲好言相劝，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，让自己儿子要踏踏实实，不要一上来就想做大事办大案。周通血气方刚，当然不服。老父亲告诉周通，做个捕快也并不容易，身上肩负的是百姓的安危，如果不能体会这份责任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3天之内，我把刘三星抓在你面前。周通第二天就来到镇上的法外之地八角酒楼。小条子劝周通还是算了，可周通一定要证明自己。他乔装打扮之后来到酒店当中，酒楼之内全是些江洋大盗。周通坐定之后，直接打听起刘三星，老板娘春春则是长袖善舞往来逢迎。讨厌你！
周通不合时宜的问询，惹得大汉大怒。周通四下观瞧，正看到一个落单的大汉。听说三爷来了，见着了吗？结果大汉却说自己等了2天，连三爷的鬼影子都没看见。周通赶紧上前追问详情，一拳就打在独眼龙脸上。大汉直接出钱让众人揍周通，周通倒是不怕，直接一把银票撒出。独眼被毒打一顿，周通忽悠独眼，本来刘三星是让他来踩盘子的，但是自己有事耽搁了，这才轮到独眼，说罢让独眼交代详情。独眼当即一股脑全说了，他明明看到三爷进来这八角酒楼，但是一转眼却找不到人。周通听到此处，当即开始四下查找。这下子把周通吓个半死，眼看着走廊中全是蛛丝。两道人终于将妖魔收服，当即联系雾隐门本镇之首，当晚准备见面。女道人骆君空手屈服。周通当即也醒了过来，但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却已经全然忘记。店内经营却是一副繁忙景象。突然小跳蚤跑来告知周通家里出事，周通一路飞奔而回，小跳蚤则紧随其后。贾明拿来送给周通的泥塑，里面居然是失窃宝物金玉琉璃盏。贾有为当即给到公公，坐实了周守义勾结大盗刘三星的罪名。周守义一看，这真是百口莫辩，公公当即给周守义定罪，要斩周守义满门。周通进来，即说是贾明诬陷，贾明则直言周通这是狡辩。周守义揽下所有责任，却被公公直接压了下去。公公将县令的位置交代给贾有为，让他自行处理善后事宜。贾明顿时狗仗人势，让众人对着周通就是一顿狂揍。纵使周通心中万般怨恨，现在也不过别人手中小小玩物。小跳蚤将周通救了下来，而后便来到雾隐门这里。原来这小跳蚤正是雾隐门本镇之首。大师兄责怪小跳蚤插手人间恩怨，小跳蚤争辩周通是个好人，哀求师姐骆君帮忙。骆君看着小跳蚤苦苦哀求，给到小跳蚤一张生死符，让他放到周通身上，关键时刻便可救周通一命。周通醒来之时正在街巷之中，此时他已身无分文，只得来找好兄弟隔壁老王。没想到老王转身之间就报了官，幸亏周通机敏，才一路躲过官府的追捕。贾有为这里则和刘三星接上了头，他已经给刘三星准备好银两，让刘三星交出真的琉璃盏。他白天交给公公的实际是个假的，现在需要拿到真的琉璃盏替换掉，以便坐稳自己的县令位置。彼方大王则再次夺舍，换好贾有为皮囊，命令捕快搜查全城。而此时的周通却只能藏身到乞丐当中。他允给一名老乞丐兑水的竹叶青，而后慨叹自己曾经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此时却又如此狼狈。老乞丐却点拨周通，以面前的火焰做比喻，让周通坚定信念，承担责任，方可成为英雄。然后老乞丐让周通帮自己靠火近一点。可周通转身之际，老头居然成了泥塑。周通，天然界主各物象可归，五行与阴阳，其门是包罗万象之法，甲是力量之源。深夜之中，周通来到牢狱之外，凭着身上的本事，他居然能爬墙而上。而监舍之内，周守义即将问斩，曾经的属下送来酒菜为老上司送行。周通顺着监牢爬行，
他地方查看吧。周通总算见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准备救周守义出去，而周守义知道事情并不简单，他宦海沉浮10几载，知道自己清廉的作风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，这些人早就想除掉自己。周守义故意让周通前去京城找张大人，而后劝慰儿子曾经的下属不会为难自己。实际此时他早已知道自己必死的结局。周通打马前往京城，半路却顿感事情不对，毕方化身的县太爷正在刑场监斩。周通直接冲到法场，老父亲让周通赶紧跑路。幸亏生死符保命，周通才没被杀死，而这一切也让毕方看在眼里。现场顿时乱成一锅粥。毕方大王终于出手，毕方此时也知道这盾甲正在周通身上，无影门赶紧带周通离开险地，而罗刹阵外早被毕方设下暗障，无影门一行人根本跑不出去。而毕方也料定这周通为报复仇，一定会回来找寻自己。众人回到雾隐门大本营，周通终于醒来。众人知道这甲在周通体内，给了周通2条选择：其一，立马找仇人为父报仇；其二，学习几人的奇门法术，等学成之日加入雾隐门，到那时按雾隐门规一起除掉敌人。毫无疑问，周通直接选了第2条，随即便拜4道人为师。第一位师傅大师兄教的是奇门阵法，第2位师傅骆军教的则是奇门符咒，第3位师傅寿侯教的则是力技，第4位师傅系法师教的则是御物。周通跟随几位师傅日夜苦练，几人都感觉这周通悟性太差，不知何时才能掌握奇门技法。小跳蚤则不断为周通说好话，直言天老选中了他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女道士骆军知道周通感受，他告知周通自己的家人也是被妖人所害，让周通记住，不要让仇恨蒙蔽了内心。小跳蚤给到周通祷告，周通则追问小跳蚤，他明明身怀绝技，却为什么总受人欺负？小跳蚤告诉周通，无隐门规矩不能把法技施加到普通人身上，而小跳蚤之所以救下周通，实则已经对周通暗生倾诉。小跳蚤的技法是遁术，但他的遁术是来自祖传，他身上佩戴的天遁符是祖辈传下来的法器，只要有它，则可任意纵横驰骋。周通勤学苦练，日夜不辍，风雨雷电难阻其志。几位师傅亲自对其进行考核，小跳蚤也为周通的成功感到欣喜，几位师傅也是倍感欣慰。小跳蚤宣读门规：人人之间不可产生私人情感。周通正式成为雾隐门弟子，在几位师傅接引下被纳入雾隐门。晚上，在雾隐门大本营，周通拿出酒水与众位师傅庆祝自己加入雾隐门。大师傅告知周通，第2天一早他们会布下5行大阵，将周通体内的甲取出。众人推杯换盏，很快都醉倒休息。而周通则取下小跳蚤的天遁符，在他心中复仇大于山，他一刻也不想耽搁。而此时的贾明正与美女嬉戏，屋子之中春光无限，贾明玩的正不亦乐乎，却没想到周通是不请自来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而毕方2妖也已经等待多时，我帮你。毕
毕方一看周通居然长进不小，毕方顺势取出甲来，周通则跌倒在地。小跳蚤为周通挡下致命一击，正是田顿夫告知小跳蚤周通自己前去报仇，可周通却为了报仇雪恨，将自己心爱之人送上黄泉。这下子甲没了，心爱之人也没了，周通顿时伤心欲绝。毕方大王则来到盘古墓，大师兄一看罗盘，立马赶往盘古墓。周通也想一起前去，却被骆军训斥。周通的行为不仅害死了小跳蚤，更严重的是，如果毕方用它打开盘古墓封印，千百万无辜百姓也将身死。周通被训斥之后，才逐渐明白责任的意义。骆军直接施法，将周通留在了大本营内。毕方老妖这里正在解开封印。眼看毕方已经破除了封印，几人赶紧前往盘古墓。妖魔真身忽然出现，没想到结合4人法力，依然难以困住妖魔。周通这里还在拼命想冲破束缚，想到小跳蚤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，想到老乞丐当年对他的点拨，他的内心又重新升腾起火焰。他当下顿悟，破开束缚，父亲的话语也在耳畔回响。眼看乌阴门几人被妖魔捆住，罗刹镇恢复了往日平静，往事如烟。周通祭奠亡灵，骆军突然赶来，新的妖魔出现，等待周通降妖除魔。